当你刷到这条视频的时候，正在以每秒220公里的速度在太空中飞行，上面的进度条正在记录你本次的飞行距离。现在你已经不在刚才的位置，地球自转每秒约460米，地球绕太阳每秒30公里，太阳绕银河中心每秒220公里。也就是说，在你看这条视频的20秒里，你已经在银河系中移动了4400公里，但你完全没有感觉。更疯狂的是，你现在走过的每一步都在银河里画出一条螺旋线。那问题来了，如果我们真的在高速飞行，为什么没有风，没有被撕裂，而且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好，地球人，我是老马。今天你将前往太阳系的边缘，去看看谁在保护我们。咱们先要把教科书上那个模型扔掉。在那个模型里，太阳像个大爷一样坐在中间不动，行星围着它转圈。这画面只有在太阳是宇宙中心的时候才成立。一旦你把视角拉远，拉到银河系中心，真相就变得非常残暴。太阳根本没闲着，它正带着咱们全家老小以每小时79万公里的恐怖速度在狂奔。这不是旋转木马，这是一场星际逃亡。所有的行星、水星、金字塔、地球、木星都像是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拴在太阳身上，死命地追着它跑。我们在太空中画出的轨迹不是一个个闭合的圆圈，而是一条永不回头的螺旋线。我们在哪里？我们在距离银河系中心那个超大黑洞大约2.7万光年的地方，藏在猎户座悬臂的内侧。现在我们正一头扎进一个直径40光年的本地星际云里，按照目前的车速，还得在里面穿行2万年。这速度有多快？我们每星期在银河系里前进的距离，就相当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每过1400年，我们就往前跑了1光年。但即便跑这么快，银河系还是太大了。太阳系要绕银河跑完一圈，需要2.4亿年。也就是说，从太阳系诞生到现在，我们其实只跑了20圈。如果把银河系转一圈当成1岁，那我们的地球今年才刚刚20岁，正值青春期。跑这么快，肯定不是只有我们在跑。盖亚卫星观测了我们周围7.5万颗恒星，发现大家都在飙车，有些恒星跑偏了，离开了银河盘面。而我们的太阳虽然也会上下起伏，但大体还是稳的。可是问题来了，这一路上全是星际气体、宇宙尘埃，以这种超音速撞上去，怎么可能不翻车？原因很简单，我们这辆叫太阳系的超跑自带了一套顶级防御系统，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最大的恩赐——日球层。这东西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稀薄的气泡，或者说是一个隐形的防护罩，它硬生生地帮我们挡掉了外面那些致命的高能原子和宇宙射线。这个气泡长什么样？因为我们跑得太快，撞击前方的气体，所以它前面是钝圆的，像个蛋壳，后面则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像极了一颗巨大的彗星，或者是一艘在大海里破浪前行的巨轮留下的航迹。这个巨大的护盾是怎么来的？全靠太阳发脾气。在你看不见的太阳高层大气里，每1秒钟都有100万吨的物质被喷射出来。这不只是光，这是由带电粒子组成的等离子体，也就是太阳风。因为太阳自己在自转，这股向外喷射的风并不是直的，而是像芭蕾舞演员旋转时的裙摆一样，在太空中甩出了一道道螺旋波纹。这股风以每秒几百公里的速度向外吹，它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向外的压力，死死地顶住了外面想冲进来的星际物质。这股力量一直推，一直推，推到了海王星轨道之外几十亿公里的地方。但是风总有吹不动的时候，在距离太阳大约100亿公里的地方，太阳风终于遇到了阻力，外面的星际气体越来越浓，太阳风推不动了，速度瞬间从超音速掉到了亚音速，这就形成了一道墙，天文学上叫终端激波。在这里，因为急刹车，带电粒子的能量转化成了巨大的热量。理论上，这里的粒子温度能飙升到上百万度，但别怕，因为这里太稀薄了，每1立方厘米甚至不到1个原子，所以实际上这里依然是刺骨的冰冷。这道墙不是死的，它是活的。
太阳脾气暴躁，活动强的时候，墙就往外推；太阳安静的时候，墙就往里缩。人类派出的使者旅行者1号和2号，分别在2002年到2004年之间，好几次穿过了这道波动的墙。过了这道墙，太阳就不再是绝对的主宰了。穿过激波，我们就进入了日鞘。这是一个混乱的过渡区，太阳风在这里彻底乱套了，跟外面的星际物质搅在一起，形成了宽达几亿公里的巨大磁性气泡。这里就像是大河入海口，泥沙俱下，暗流涌动。旅行者号在这里飞了好几年，有时候风平浪静，有时候惊涛骇浪。终于在这一切的最边缘，太阳风彻底跑不动了，速度降到了0。那些从太阳出发跑了几十亿公里的粒子全部堆积在这里，这里就是日球层顶，这是太阳领地的最终边界，也是我们与银河系深空真正的分界线。太阳在家里打个喷嚏，要过2-3年，这个震动才能传到这一层边界。为了摸到这道墙，旅行者1号足足飞了35年。2012年8月，就在距离太阳180亿公里的地方，旅行者1号传回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太阳风的粒子瞬间消失了，而来自银河系的高能粒子密度突然暴涨了40倍。这一刻，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越狱成功了。我们冲出了太阳的磁力保护伞，不管是死是活，我们到了外面。这个外面也就是星际介质，并不是真空。这里漂浮着远古恒星爆炸后的残骸，有尘埃，有气体云。虽然极其稀薄，每立方厘米可能只有 0.3 个原子，对比一下，你呼吸的空气每立方厘米有几百亿个原子，但这地方并不是死寂的，它带电，它很热，而且它有声音。你现在听到的就是旅行者号捕捉到的经过放大的等离子体振动的声音。这是来自星际深空最真实的嘶吼。最后，我想用一个稍微有点烧脑的概念来结束今天的旅程。还记得开头那个疯狂的速度吗？每秒220公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过去真的就在我们身后。请默数5个数：1、2、3、4、5。就在这5秒里，你已经离开了刚才数1时的那个空间位置，往银河系深处飞了1100公里。你回不去了。地球上发生的所有历史，不仅仅是发生在过去的时间里，更是发生在遥远的我们身后的空间里。农业文明的起源大概被我们甩在8光年之外的后方。4500年前，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那一刻，那个位置距离我们现在有足足3万亿公里。我们就像坐在一列没有倒档、永远狂奔的列车上，车窗外的风景，这一秒和下一秒永远都不一样。我们都是天生的流浪者，从来没有在宇宙的同一个位置停留过哪怕一瞬间。这层薄薄的日球层气泡，就像这列火车的玻璃窗，替我们挡住了外面的狂风暴雨，让我们得以在飞奔的旅途中安稳地做着关于永恒的梦。我是老马，希望本次114400公里的旅程能带给你一个好梦。晚安。